马球赛第2名，宁远侯世子萧燕，彩头是刘仙群一套。云暖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拔得头筹，为你赢回那只珠钗，那可是你母亲的遗物。如今他赢了第2名，拿到了刘仙群，却放弃了第1名的珠钗。萧燕，你终究还是食言了。燕哥哥，3日后便是我的吉吉礼，你能不能送那套流仙裙给我？如莹，可是我已答应了云暖，要为她赢回那只，那对她来说意义非凡。燕哥哥，我知道，可是家中长姐是嫡女，她的吉吉礼盛大隆重，我不过是个庶女，处处比不得她。但我心里也想要一套像姐姐那样漂亮的衣裙啊！我生母是姨娘，平日里大家都瞧不起我们母女。若我能穿上公主给的彩头做吉比礼的流仙裙，旁人必会高看我姨娘一眼。我只求你这一件事，好不好，燕哥哥？我没办法了，只有这一次，我想赢一次。你别哭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只是那珠簪……没事，场上的公子都与燕哥哥相识，等他们赢了珠钗，哪个男子会喜欢这些饰品？到时候我们用银子帮姐姐买回来便是。我把我存的银子都拿出来。哎呀，姐姐，燕哥哥输了，居然把珠钗输给别人了，这不是你母亲的遗物吗？这可怎么办？定北侯世子和燕哥哥向来不和，他会不会愿意把珠钗卖给燕哥哥啊？定北侯世子江云洲向来与萧燕不对付，你早就盘算好了，江云洲绝不可能把珠钗卖给萧燕。所谓的买回来，不过是你哄骗萧燕的谎言。妹妹，你这样蛇蝎心肠，你的燕哥哥知道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姐姐的意思。谢谢燕哥哥。天哪，那条流仙裙是公主殿下让京城最出名的绣娘花了3个月时间才做出来的，没想到萧世子竟为赢回来了。萧世子对你可真好，听说沈家和萧家是世交，两家要定儿女亲事的。这么说，萧家看中的是如莹，真让人羡慕。云暖，这次是我失信于你。如莹说她吉吉里就只想要这条流仙裙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应了她。你想要那只珠钗，定北侯世子不知为何不肯相让。不过不要紧，等我上门提亲时，我让人去百宝楼定制一只一模一样的，一定比你生母那只还要漂亮。我只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。谢谢燕哥哥，这裙子是我收到最好的吉吉礼物。长姐，有些事过去又何必抓着不放？那珠钗虽美，但是死人的东西拿着不晦气吗？你住口！难不成还要燕哥哥订一只一模一样的死人的东西来下聘，不怕不吉利吗？好了，都是我的不是，不就一只珠钗吗？我到时候给你打多几只，等我上门提亲时一起带去，给云暖妹妹赔个不是。你为一个死物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死的人死了，活的人不是更重要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难道你母亲的一个旧珠钗比如莹的吉吉礼还重要吗？她可是你的妹妹，你今日如此任性，倒失了世家嫡女的气度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若你一直如此小气，实在担不起萧家主母之位，这门婚事我倒要再三斟酌。哎呦，尚书府这是办什么大喜事呢？这排场怕是长女出阁吧？什么长女？听说是府里的2小姐，一个庶女办吉宾礼呢。我的乖乖，一个庶女吉宾礼办得比人家嫡女大婚还阔气，这沈尚书的心眼儿也偏到天上去了。瞧瞧胡姨娘那身打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她被辅政的大好日子呢。一个妾室也敢穿正红的云锦，若不是仗着沈尚书的宠爱，哪轮得到她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？莹莹，你这身流仙裙真美，听说这是公主殿下让京城最出名的绣娘花了3个月才做出来的呢。是啊，萧世子为了你，连那么贵重的马球彩头都迎来送你了，他对你可真好。姐姐们莫要打趣我了，燕哥哥他只是心疼我罢了。大小姐，您看他们母女俩，这哪里是庶女的吉心礼，分明是在打您的脸。这竹院本来是夫人的，现在却被他们鸠占鹊巢。随他们去吧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这满府的红绸，这震天的排场，不过是沈尚书在用我的尊严给胡姨娘母女俩做垫脚石。
若不是忌惮外祖父手中的兵权，恐怕沈尚书早将胡姨娘樊正做了继室。今日这出戏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唱出什么荒唐的花样来。沈大人，今日二小姐及第可谓是双喜临门啊！算算日子，今日也是萧世子给大小姐下品的好日子。不知我们这些老姐妹何时能喝到两家的喜酒啊？承蒙王夫人关心，这两家的亲事本是早该定下来的。我看3个月后入门，云暖，你说好不好？3个月后，原定两家成亲的日子不是1个月后吗？世子这婚期怎么突然推迟了2个月？云暖，这件事我们私下商量过了，因为你外祖父一直不肯松口让如莹的姨娘反正，导致如莹如今在这府里仍是个庶女，身份低微，将来不好依亲嫁人。如莹她身世实在可怜，我看着她这些年受的委屈，我真的也不忍心。我已经问过岳父大人了，他老人家也同意，让如莹1个月后先嫁入宁远侯府，3个月后我在八抬大轿迎云暖进门。我没听错吧？1个月后先娶庶女，3个月后再迎嫡女，这是让庶女做正室，让嫡女做妾，荒唐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宁远侯府是不要这百年清流的名声了吗？萧世子，你当着全京城宾客的面，把刚才的话再复述一遍，这是你们萧家和父亲共同的意思。你们是要让沈如莹一个庶女做宁远侯世子夫人？你还把我当成你的正室吗？不是的，云暖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论什么正室和妾室，如莹她都跟我说了，就算她先入了侯府，做了世子夫人，等你入府的时候，她也会以你为尊，她绝不会跟你争抢管家权和夫人的体面。云暖，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一下别人的难处呢？你是尚书府的嫡长女，又是手握重兵的镇国将军的外孙女，你身份如此尊贵，自带光环，你无论走到哪里，京中都无人敢瞧不起你，你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世子夫人名分来证明自己啊。可是如莹不一样啊，她是庶女出身，无依无靠，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。我只是想用这个世子夫人的身份补偿她，让她以后能过得好一些。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姐妹和睦，为了大家好啊。云暖，你真的误会如莹了。虽然你入门晚了2个月，但是如莹亲自向我保证过了，她说等你入府，她不会让你喝婢子汤，她大度的允你怀孕生下子嗣，若是男孩也可以记在她的名下做嫡子抚养。你看她为你考虑的多周全。宁远侯府是疯了吧？让嫡女给庶女做妾，还要把嫡女生的孩子记在庶女名下当嫡子，这等大逆不道、乱了纲常伦理的混账话，怎么敢当众说出口？沈尚书怎么想的？镇国将军若是知道，怕是要从西北大营赶回来，宁远侯府砸了。姐姐，求你答应吧，燕哥哥心善，怜我是庶女命苦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委曲求全的办法。妹妹命苦，胡姨娘在我母亲去世后第3日，便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母亲的主院。母亲当年留下的那些嫁妆首饰，全被她据为己有。而妹妹你，因为说我的院子冬暖夏凉，早早就将她占了去，住进了这尚书府里最好最大的院子。你每月的吃穿用度，比我这个嫡女还要高出数倍。首饰你先挑，名贵布料你先选。我倒是不知，妹妹你究竟苦在了哪里？这身打扮千金有余，京中的贵女谁敢如此奢华？那姨娘身上的云锦也价值千金。这两母女比皇亲国戚还气派，沈家嫡女可没她们富贵逼人。不是这样的，燕哥哥，只是今日是我的及笄礼，父亲说不能在众人面前失了尚书府的面子，我才穿成这样的。这个珠冠和首饰都是父亲给姐姐定的，不是我的。哦，父亲给我定的，好极了。宝珠，既然2小姐都说是给我定的，你且拿笔记下来了。等及笄礼一结束，立刻带人去2小姐屋里，
把这些珠冠首饰，还有他私吞的所有东西，一件不落的都拿回我屋里。是，大小姐，奴婢记得清清楚楚。够了，云暖，不过就是一个破珠冠，你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的妹妹逼到这份上？斤斤计较，哪有一点嫡女的气度？况且如莹出嫁的时候，沈尚书可是亲口对我承诺过，会给如莹备足整整100台的嫁妆。试问带着100台嫁妆出阁的世子夫人，岂会在乎你今日抠搜下来的这1-2件首饰？我原本听如音说你脾气不好，还有些不屑。如今我亲眼所见，算是明白了。今日在长辈面前，你都敢如此嚣张。平时我看不到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变本加厉的欺负她的。你也不用在这里为了几件首饰眼红，你日后可是我宁远侯府未来的世子夫人，侯府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这些破铜烂铁，他压根儿就不放在眼里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聘礼也太吓人了吧！100台嫁妆，萧世子，萧世子，你是真不懂，还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？父亲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不过我怎么不知道，咱们尚书府这些年单靠父亲那点微薄的俸禄，如今竟然能一口气抬出100台的嫁妆了。这若是传到御史台的耳朵里，恐怕还要查一查父亲是不是贪没了国库的银两呢。怎么没有？你少在那边狗眼看人低！我告诉你，库房里那些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整整齐齐的100台嫁妆，我早就给我的如莹备得妥妥当当的了。尚书府的库房里究竟有些什么，我再清楚不过，那根本不是宫中财产。岳父大人和胡姨娘未雨绸缪，早已经把嫁妆单子先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就怕到时候你从中作梗，暗中克扣如莹的嫁妆。那些全都是我王母当年的陪嫁。云暖，岳父大人和胡姨娘深知你性子倔强，怕你一时想不开从中作梗，伤了你们姐妹的和气，让外人看了笑话，所以他们已经把陪嫁的嫁妆单子先交给我过目了。英紫檀木雕花拔步床1架，赤金枪红宝钟头面3套，上等和田玉屏风1对，金椒良田1000亩，城东旺铺5间。暖暖，这些是娘给你留下的嫁妆，这不仅是钱财，更是你以后在婆家安身立命的底气。你一定要守好，切莫让你爹那个宠妾灭妻的糊涂鬼拿去便宜了别人。100台嫁妆，我竟然不知道咱们尚书府如今已经阔绰到这个地步了。父亲，您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我倒是想问问，就凭尚书府如今这外强中干只剩个空壳子的家底，您能抬出100台嫁妆吗？逆女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都是府里多年积攒的底蕴，是给你妹妹撑场面用的。大小姐这话说的可就诛心了，怎么没有？老爷心疼如莹，库房里那些压箱底的好东西，我可是花了好几天亲自去挑的，全给如莹备好了，保准风风光光。父亲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些是什么？这是我母亲当年留下的嫁妆，是她留给我这个嫡女出嫁时用的。你怎么敢偷了亡妻的嫁妆，拿来给一个庶女做脸面？父亲，午夜梦回之时，母亲的在天之灵若是问起，您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们全杀了，给我娘陪葬。大小姐，你少拿死人来压我们！大白天的，你咒谁呢？你母亲早就死了多少年了，人都成了一捧黄土了，还提她做什么？再说了，她既然是咱们尚书府的主母，自然也是我们如莹的嫡母。既然都是她的女儿，把嫁妆给哪个女儿不一样？
就当是他这个做嫡母的疼爱庶女了。况且我们如莹可是先嫁进侯府的，又是堂堂正正的世子夫人，这嫁妆当然要给她来撑场面。难道要让人笑话我们侯府的世子夫人是个寒酸户吗？至于大小姐你嘛，你以后去侯府不过就是个妾，你不过一个妾，等天黑了，一顶粉色的小轿从侧门悄悄抬过去就行了。你一个侍妾，说白了在侯府也就是个下人，是个玩意儿。一个下人，你还想要什么嫁妆？难道你要带着120台嫁妆去伺候主母吗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一个侍妾就是一个下人，不配要这嫁妆。你不过一个下人，也敢对着府里的大小姐叫嚣？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非议我母亲的嫁妆？不知尊卑的贱妾，你这等卑贱之人也配提我母亲？今日我就替母亲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尚书府的规矩。老爷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妾身不活了，大小姐她疯了。他竟然当着您的面这般毒打妾身，这不是在打妾身的脸，这是在打您的脸，在踩您的尊严啊，老爷！沈云暖，你反了天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逞凶斗狠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他也知道这是侮辱，他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妾就是下人，一个下人不知尊卑，对嫡出大小姐出言不逊，冷嘲热讽，我还打不得了？我是主，他是仆，我教训一个刁奴，何错之有？够了！沈云暖，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，牙尖嘴利！我是你的父亲，这个尚书府我说了算，我说嫁妆给谁便给谁，你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也得给我憋着！父亲，您真以为尚书府是您一手遮天的地方吗？您真以为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霸占我母亲的遗物吗？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一共120排，里面的一件一物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册，分毫不差。这份嫁妆单子一共分作3份，一份在我手里，一份在我外祖父镇国将军那里，还有一份早就送去了顺天府，在官府备了案的。我倒要看看今日这尚书府里谁敢动我嫁妆的一分一毫。你们若是敢强占，我不介意拿着单子去顺天府击鼓鸣冤，或者请外祖父带着镇国军亲自来咱们尚书府，拔出刀一件一件清点嫁妆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姐姐，你若是一定要在这件事上争个高低死活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这个做世子夫人的，成亲之日才只有10几台嫁妆，而你一个，你却带着100台嫁妆浩浩荡荡的过去，这像话吗？这让外人如何议论咱们父亲，如何议论侯府？父亲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局着想，怕你带那么多嫁妆过去树大招风，惹婆母不快啊！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父亲的一片苦心呢？云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以前那端庄大方、知书达理的性子都去哪儿了？如莹处处为你，为大局着想，你却锱铢必计。你怎么变成如今这副贪财善妒、面目可憎的丑陋模样？女子出嫁要从夫，以夫为天。你如此任性妄为，
丝毫不顾及侯府和尚书府的脸面，斤斤计较那些黄白之物，怎么讨人喜欢？怎么讨我母亲的欢心？你若是继续这样冥顽不灵的闹下去，我倒要再三斟酌一下你入府做妾的事了。沈云暖，你可要明白，我若是不娶你，你就是个被退过婚的弃妇，是个没人要的破鞋。到时候你名声尽毁，满京城，我看还有哪个男人敢娶你？沈云暖，你笑什么？被退婚很好笑吗？你不要不识好歹，真以为我非你不可吗？萧世子，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沈云暖，从未什么说过要嫁给你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父母早有默契。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沈云暖是我的未婚妻？你现在说这种气话有什么用？默契，萧世子，我且问你，我们之间一无三媒六聘的白纸黑字婚书，二无交换定情的信物，既然什么都没有，仅凭借几句空口白牙的闲言碎语，为何你口口声声说我要嫁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又何来退婚一说？父亲大人，你莫不是忘了当年的誓言了吧？当年母亲被胡姨娘这贱人活活气死，临死前您因为愧疚，更怕外祖父带兵发难，在母亲病榻前当着外祖父的面发过毒誓。我的婚事由母亲的遗命和外祖父做主，您绝不插手。父亲，您承诺过的话不会被狗吃了吧？那是以前，当时你母亲与宁远侯夫人确有口头之约，我这怎么算插手？这是在成全你啊！那是以前，现在也是口头之约，真是个笑话。母亲当年留下的遗言，我想父亲比我更清楚。母亲遗命，我若喜欢谁，便将此珠钗赠与他，到时候谁持此珠钗来下聘求娶，我便嫁给谁。这珠钗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她不是在江云洲手里吗？难道她……没错，要娶我的人已经拿着这支，带着满天下的诚意向我下聘了。今日我沈云暖便要顺应母命，十里红妆，风光出嫁，你们谁也拦不住！你从何处得来的珠钗？这不是被定北侯世子赢了去吗？那庶子不肯将珠钗卖给我，为何肯给你？难道云暖你和江云洲私下有交集？你一个女子孤身一人，你岂敢私会外男？萧世子慎言，你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得到了便是私会。我与云暖是未婚夫妻，我送珠钗给她有何不可？未婚夫妻见面也称不上私会外男。江云洲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已亲自去西北大营求见了镇国将军，得到他的许可，求娶了云暖。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还有官府备了案的婚书。敢问萧世子，哪一样是私会外男？我是光明正大的来见云暖，这聘礼不过是我为了列一对大宴，
晚来了一天罢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按母亲遗命，这珠钗虽并非我相赠，却兜转之间，最终到了定北侯世子手上。一切皆是天意，更是明媒正娶。萧燕，在马球赛上，原是你说要帮我夺回珠钗，不过你放了手，你为了沈如意那件月制的流仙裙，放弃了夺珠钗，这都是天意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愿赌服输吧。定北侯府下聘，御赐玉如意一柄。好热闹啊！今日我定北侯府下聘，看来大家都在等着呢。凭什么？这些都该是我的。云暖，我与你母亲本就是手帕交，如今你外祖父允了这门亲事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老将军说了，婚期就定在3日后，你什么也无需操心，只需开开心心嫁进我们定北侯府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的女儿一般。好，好，这下老奴就算去地见夫人，也有个交代了。好你个沈云暖，如今你要嫁人都不用知会，你能肉合上什么？都不用知会我这个父亲了是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沈大人，这不是来知会你了吗？今日下聘，可是当着你的面呢，以后大家就是亲家了。还是说，亲家对我们定北侯府有何不满？若有不满，尽管大声说出来。下官不敢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突然和江云舟在一起？你一直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吗？如果就因为我让如英先入门，你便如此捏酸欺醋，我们可以再商议。大不了我与你们同一日入门，这样你可满意？萧世子，还请自重。若你愿意，请来喝一杯喜酒。够了，沈云暖，就因为一个名分，你要将两家闹得都没了脸面才高兴吗？好，你非要如此，我许你平妻之位。云暖的话，世子是一个字也听不懂是吗？他要与我成亲了，从此与你再无瓜葛。我们定北侯府世代世袭侯爵，岂是你刚封爵的宁远侯府能比的？我与云暖的婚事已上达天听，皇后娘娘还给了赏赐，这样的婚事你也敢来破坏？哼！萧燕，你自己抓不住的，该认命才是。你们宁远侯的世子夫人，那个姨娘生的庶女，还在那儿站着。哎呦，这打扮真是一言难尽。到底是个庶美，眼皮子浅，把好东西全堆身上了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赌气嫁给定北侯世子？你怎么能这样伤了燕哥哥的心？你与他青梅竹马，你怎可如此？他让我先入门，不过是怜我身世可怜。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，我愿意退让，让你先入门，好不好？妹妹倒也不必。萧世子竟然怜惜你，你便好好享受他的怜爱吧。我与你永远不会共嫁一人，不会共侍一夫，还祝妹妹和萧世子举案齐眉，夫妻和美。是因为姐姐不嫁。我是庶女，所以宁远侯府便看不起我是吗？如英，你先别闹，这是……我怎么能不闹？他凭什么能有100台聘礼，而我只有这区区10几台？你是不是也嫌弃我的出身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小
点声，被人听见了可怎么好？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萧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混账东西！谁家世子夫人是个庶女？以后和夫人们见面，我如何抬得起头来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让庶女做妻，嫡女做妾，倒反天罡！我看你是被那庶女迷得脑子都进了水了。母亲，儿子已经答应了如莹。哼，答应了？这样的庶女还想让我侯府去下聘，还想对比云暖要100台聘礼，绝无可能。庶女的聘礼按京城的规矩只有10几台，你若要便抬去，但是成亲的贵制也只能按娶妾的规格。母亲，这怎么行？如莹她……而且你必须同时娶平西，2个同时进门。我已经为你定下了承平伯府的嫡女柳氏，等谁先生下嫡子，正台做正室。这是我宁远侯府的底线，容不得你放肆。母亲说了，2个都是平妻，等谁先生下嫡子，正台做正室。我不嫁！我不嫁这种憋屈的婚！你骗我！你一直在骗我！若要嫁，便与柳氏同一日进门；若不想嫁，便取消婚约。莹儿啊，别哭了，咱们得想办法，得想办法啊！定北侯府聘礼：极品东珠2活，南海赤金红珊瑚树1尊，蜀锦云罗缎50匹。小姐，定北侯府送来的100台聘礼，加上夫人留给您的嫁妆，足足有168台。这可是咱们京城多少年都没见过的10里红妆啊！奴婢方才瞧见，外面街上看热闹的百姓眼睛都看直了。母亲若是泉下有知，看到我如今并未任人欺凌，应当也会安心了吧？江云州，定北侯府确实给了我最大的体面。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沈云暖，你凭什么一个人霸占这么多东西？父亲明明说过，这尚书府的嫁妆有我的一半，你凭着自己先一步出嫁，就要把所有好东西都据为己有吗？这些东西不能全带走，我要一半。定北侯府的聘礼我不管，但库房里的这些必须分我一半。萧燕哥哥给我的聘礼本来就少，我若是嫁妆再寒酸，日后进了宁远侯府，还怎么和那个平妻柳氏争？大小姐，您吃肉总得给二妹妹留口汤啊。如莹可是您的亲妹妹，她若是嫁得寒酸丢了脸，您这做姐姐的面子上也无光不是？这些首饰古董，不如匀出一半给如莹撑撑场面。匀出一半，胡姨娘、沈如英，你们莫不是脑子坏了，还是天生就喜欢做白日梦？你没有自己的娘亲吗？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你想要嫁妆，问问你娘亲有没有给你备嫁妆便是。怎么自己没嫁妆，反而像强盗一样抢起别人的来了？我是尚书府的2小姐，我也是父亲的女儿，父亲的东西凭什么全是你的？父亲的东西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里的1针1线1金1银，全是我市镇国将军府的外祖母给我生母的陪嫁，是大齐律例明文规定，只传嫡系骨血的私产。你一个姨娘生的庶女，也敢染指我嫡母的遗物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放肆！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父亲，你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姐姐她仗着有定北侯府撑腰，不仅要独吞所有的嫁妆，还言语侮辱女儿和姨娘，说我们是强盗。女儿庶出本就命苦，如今连出嫁都要被姐姐这般践踏，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沈云暖，
你妹妹说的难道有错吗？如莹也是尚书府的二小姐，是你的亲妹妹，你马上就要风光大嫁了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这库房里的嫁妆，理当有她的一半。你赶紧让人清点出来，拨60台到如莹的院子里去，莫要让宁远侯府看了我们沈家的笑话。理当有他的一半。父亲，您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大齐的律法，难道都被您吃进狗肚子里了吗？孽障，你敢辱骂生父！父亲既然这样说，那我们不如现在就去京兆尹的衙门里问问，去问问青天大老爷，大齐哪一条律条规定，我生母镇国将军府嫡女留给我的私产嫁妆，要分一半给一个贱妾生的庶女。你胡搅蛮缠！我是你老子，这尚书府里的东西，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去，把大门敞开，让满京城的百姓，让朝堂上的同僚都来评评理。你疯了！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若是敢去闹，毁的是你自己的名声。我疯了？我是怕父亲糊涂，我就是要去衙门，也让所有人看看堂堂礼部尚书大人是如何的不懂礼，如何的不要脸。孽女，大逆不道的孽女，你竟敢如此辱骂生父！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畜生！小姐小心！父亲要动手，好啊，你打。你可别忘记了，我外祖父镇国大将军的兵马已经到了京郊，明日便要入城了。到时候他老人家若是看见他唯一的外孙女出嫁前被亲生父亲掌啊，满脸是伤，必然要提着刀上门问个清楚明白。父亲，你想好如何向外远父回答了吗？是告诉他你要抢我母亲的嫁妆给一个庶女，还是告诉他你为了一个贱妾要打死他的亲外孙女？好，牙尖嘴利，你这般厉害，简直是个讨债的恶鬼！既然你如此不把这个家放在眼里，以后出嫁也别说是我的女儿。日后你若是再在定北侯府受了委屈，被定北侯府欺负，你可别回尚书府哭诉，更别指望我为你出头做主。父亲，那嫁妆……闭嘴！还不嫌丢人吗？我只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小姐，老爷他……难道这10几年他就有为我出过头吗？这满府的风雨不都是他带来的吗？如今断了，正好干干净净。春桃、枫香，明日我们清清白白、风风光光的出门。云暖，云暖！云暖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萧世子，请自重。你我如今已无任何瓜葛，擅闯尚书府内院，不怕毁了营运侯府的名声吗？云暖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段日子我每天都活在煎熬里，我不该在马球赛上失信于你，我不该为了同情如莹让你做妾，我那是鬼迷了心窍啊！云暖，我知道你是在赌气才答应江云轩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来只最后问一次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为正妻，我会求父亲进宫，去皇上面前负荆请罪，哪怕是被打个半死，我也要求皇上为我们赐婚。云暖，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我是真心喜欢你。世子说笑了，我不愿意。江云州重情重义，定北侯府光明磊落，我嫁过去是心甘情愿，何来赌气一说？我明日便要风风光光的出嫁了。世子，日后各自安好吧。各自安好。暖暖，我们10年的情分，你当真能抛得干干净净？你心里就真的一点都不留恋我了吗？云暖，
马球赛那天，是我混蛋，没能为你争回你母亲的遗物珠钗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怪我，这是我特意命人去京城最大的百宝阁，花重金专门为你打造的。原本想着提亲的时候亲手为你戴上，可是现在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只求你收下它，就当是我给你添撞了。春桃，收下吧。是，小姐。多谢师兄的添妆。大小姐，这首饰的光泽不对呀，分量也轻了许多，不像是赤金的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梁换珠！哎呦，姐姐这是在清点嫁妆呢，马上要做定北侯世子夫人了，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莫不是嫌嫁妆还不够多？天哪，原来嫡母也不是外人传的那样家财万贯啊！这首饰怎么全是些鎏金的便宜货？这种成色，连咱们尚书府的大丫鬟都不稀罕戴。姐姐，你就算想充面子，也不能拿这种假货去糊弄定北侯府吧？是吗？我娘留给我的嫁妆单子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全为足金打造，如今变成了这廉价的鎏金货，莫不是这尚书府里出了什么手脚不干净的家贼，妄图偷龙换凤？大小姐这话可就冤枉好人了。箱子一直贴着封条锁在库房里，谁能动？只怕是夫人当年留下的，本就是这些虚有其表的东西，你可别查不出真相就胡乱攀咬。谁敢说我镇国将军府抬出的嫁妆是鎏金的？外祖父，您怎么突然从西北大营赶回来了？我的乖孙女明日就要出嫁，我便是拼了这条老命，跑死8匹战马，也要赶回来亲自送你出阁。我看谁敢欺负你！来人，把这10几箱东西全给我抬上，立刻去衙门击鼓鸣冤报官。若不把这个家贼抓出来，查个水落石出，京兆府尹的乌纱帽他也别想戴了。遵命。我昨日便看你带着人鬼鬼祟祟从库房往外抬东西，是不是你偷偷换了云暖的首饰？贱人，还不赶紧把真东西拿出来！难道真想被关进大狱受刑吗？都是妾身猪油蒙了心，眼皮子浅，想为如英多攒些像样的嫁妆，求大将军，求老爷饶命啊！家贼难防啊！难不成你以为磕几个头这事就这么算了？我将军府的东西就这么好偷？老爷，念在他侍奉您多年的份上，您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来人，把胡姨娘押下去，重打30大板，连夜送到城外苦寒庄子。没我的命令，绝不许再踏进尚书府半步。
上花轿了，暖暖，我迎你回家。吉时已到，起轿。侯爷，今日既然已经结为夫妻，我心里却一直有个盘桓许久的疑问。什么疑问？马球赛那日，你突然跳上马车，拿着那只珠钗向我求亲，你是如何知道那是我母亲的遗物，又如何知道那平钗求娶的典故？其实，关于珠钗的事，是我母亲告诉我的。母亲在你母亲生前曾是无话不谈的闺蜜，她不仅见过这只珠钗，也清楚镇国将军府立下的规矩。原来如此。暖暖，其实关于那日，还有很多事你并不知道。什么事？那日你在假山后偷听萧燕和沈如莹说话时，其实我也在那里，躲在暗处。我早就倾慕于你，只因你有口头婚约，我只能深藏心底。那天我亲耳听到萧燕逼迫你，我愤怒到了极点，但随后涌上心头的，却是无法抑制的狂喜。我原只想替你出气，可当我拿到珠钗，看到你眼底对萧燕毫无留恋的决绝时，我知道，我苦等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这看似阴差阳错的巧合，未必不是上天注定的好姻缘。我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光明正大娶你过门的机会？既然如此，也许真的是我母亲在天之灵，让我避开烂人，觅得良人。你们刚才看到没？那承平伯府嫡女柳氏的嫁妆，起码快100台了吧？再看看这边，这差别也太大了。人家可是正经高门嫡女，这尚书府的庶女，几十台嫁妆还是靠姨娘当了底库凑出来的，抬进侯府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听我在尚书府当差的亲戚说，这庶女用了下作手段，抢了她嫡姐的未婚夫，把嫡姐惹火了，人家转头风风光光嫁给了定北侯世子。哈哈，活该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上赶着给人做平妻，以后有他受的。一拜天地！不管受多少屈辱，我一定要比柳氏先怀上身孕，生下侯府长孙，把这个高傲的贱人狠狠踩在脚底。沈夫人，您别干等着了，世子爷刚才派人传话，说今日就歇在柳夫人那边了，让您自己卸妆，早些歇息。滚！都给我滚！骗子！全都是骗婴儿，昨夜
昨夜是委屈你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还来我这里干什么？你干脆死在那个狐妹子的床上好了。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说是平妻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我在侯府里还怎么抬头做人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这是在尚书府可以任你胡闹吗？我若昨夜宿你屋里，冷落了伯府嫡女，侯府如何向承平伯府交代？不过是昨晚按规矩在他处，今日来补偿你，你何必像泼妇一样？你若实在受不了这份委屈，大可现在滚回沈家去，大不了我立刻写一纸休书给你，成全你的骄傲。不，我绝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嫡女又如何？柳氏那个贱人不过是仗着家世好，可世子的心在我这儿。胡姨娘说过，只要男人离不开我，这后宅迟早是我的天下。你这几日闹够了没有？母亲已经对我颇有威胁了。夫君，千错万错都是如莹的错，如莹只是太在乎夫君了。一想到夫君在新婚之夜陪在别的女人身边，如莹这心里就痛得像被刀绞一样。如莹是个没有依仗的庶女，只有夫君了。你这又是何苦？柳氏毕竟是承平伯府的嫡女，我总得给岳家留几分颜面。如莹明白了，如莹不求什么世子夫人的名分，只要能每日伺候在夫君身边，哪怕是做个通房丫头，如莹也甘之如饴。夫君，你别不要如莹好不好？傻瓜，我怎么会不要你？以后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自会多疼你。夫人这几日气色真好，世子爷可是连续半个月都宿在您房里了呢，连正院那位都被冷落了。哼，柳氏那个蠢货，以为有个嫡女的身份就能抓住男人的心。只要我先诞下长子，这世子夫人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哟，我当是谁在这儿大放厥词呢？原来是尚书府出来的庶女妹妹啊！给姐姐请安，姐姐这几日独守空房，火气似乎有些大呢。妹妹不会以为留得住世子几日，便能生下嫡子吧？你可真是异想天开，别费劲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夫君说了，谁先生下长子，便立谁为尊。夫君连你的房门都不进，你休想越过我去。妹妹怕是不知道侯府的规矩。婆母说过，侯府的嫡长孙要出自高门嫡女的肚子，而你不够身份呢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，夫君答应过我的。夫君答应？夫君能做得了侯爷和婆母的主吗？一个庶出之女，连争的资格都没有，还妄想着飞上枝头当正室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沈云暖，他怎么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儿？江云舟居然没陪着他。哼，成婚几个月连个肚子都没动静，必定是被定北侯府嫌弃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姐姐吗？怎么姐姐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冷风口里？难不成刚成亲几个月，定北侯世子便嫌弃了你不成？我喜静在此处躲个清闲罢了，倒是妹妹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跟前凑去？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妹妹自然是关心姐姐，这样的达官贵人宴席，姐夫居然也不陪姐姐来吗？把姐姐一个人丢在这里，叫外人看了，还以为定北侯府不待见姐姐呢。姐姐，这女人啊，
最重要的就是在夫家立足。你成亲也有几个月了，也未曾听说你的好消息。这若是不能生养，那可是大忌呀！姐姐，如果不能生养，还不如赶紧给世子纳个妾室才对。世子身份尊贵，堂堂定北侯府未来的继承人，只有你一个妻室怎么够？姐姐若是霸占着世子不放，不肯给江家开枝散叶，那也太不贤良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尚书府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妹妹这样操心别人，不如先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可是宁远侯府的平妻，深受世子宠幸。听说宁远侯夫人发了话，要看世子的2位妻室谁先生下嫡子呢？哦，不对，侯夫人好像还说这世子夫人得是高门嫡女呢。妹妹，你这庶出的身份，怕是多生几个也够不上啊。你胡说！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夫君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生下长子，也就舍妻赶走了。云暖丫头，你这丫头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你家夫君啊，早早便嘱托下人来传话了，说你如今有孕在身，断不能乱吃东西的。他知你喜吃酸梅，巴巴地问我讨了方子去呢。如今我专门叫小厨房给你做了些清淡的吃食，快随我去偏殿用些。等云州那小子来了，要是看你饿瘦了，怕是要怪我这姑母招待不周了。走走走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好命？这不可能！哟，这是谁惹我们如莹妹妹生气了？都是自家姐妹，怎么嫡长姐都有孕了，这做妹妹的天天霸着夫君不放，也没见个动静。不会是天生就不能生养吧？你闭嘴！我一定能生出长子，世子夫人的位置是我的。啊，我忘了提醒妹妹了，就算你能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再生出来的也不过是个庶子，而你永远只是个妾。你心心念念的世子夫人之位，只要我怀上孩子那一日便是我的。只要我能生养，生下嫡子是迟早的事。沈如生，你别做梦了。骗人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我的。夫君说过会让我做正事，姨娘说过只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能立足。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？世子夫人，嫡女。既然我得不到，既然你们都如此轻贱我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夫人，世子爷来看您了。莹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病得这样重？夫君，如莹这身子怕是不中用了，不能服侍夫君了。夫君还是去刘姐姐屋里吧，别为了如莹耽误了给侯府开枝散叶。只要夫君心里别忘记了如莹就好。傻莹儿，说什么胡话？你好好养病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夫君，你每日处理公务辛苦，这是如莹特意让人熬的十全大补汤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莹儿有心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明日再来。大夫，我儿到底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会吐血昏迷？侯爷、夫人，世子体内有几种极其霸道的药性相冲，导致血脉逆流而吐血，可能治好。这药带了极强的毒性，已经彻底伤了根本，怕是有些麻烦。世子他这辈子对子嗣有爱，再也无法生育了。我的
的儿啊！给我查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给我查出是谁敢谋害我儿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！毒妇，我们侯府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竟敢对我儿下如此毒手，断了我侯府的香火！我今日就要将你送官，凌迟处死！是我下的药，是我！既然我因为庶女的身份当不了世子夫人，那大家就都别生了。柳氏不是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吗？我就让她做一个绝嗣的世子夫人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！你这个毒妇，我如此疼爱你。疼爱？你的疼爱不过是施舍，你这个懦夫！我如今死了，也还是宁远侯府的平妻，谁也不是世子夫人，你们绝嗣了！你既然已经不能生养，何必耽误我的大好年华？签了和离书，从此我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如若不然，我就去告官，把宁远侯府的丑事官告天下。此后，宁远侯府彻底成了京城里的笑谈。我不堪受辱，签下和离书后，请旨远走边关。几年后，我在一场大战中身中几箭，死在了那个骨寒的边境，连尸首都没有找回来。夫人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旁人的事与咱们都没关系。侯爷，我们该进宫谢恩了。